这2支影片都是 ChatGPT 做出来的，而且是用一种影片及代码的方式写出来的，整个过程完全没有用到影片剪辑，纯靠出一张嘴。秘诀就是用一种叫做 Hyperframes 的 skills 搭配 ChatGPT 的 Codex 生成出来，只不过这套过程不是使用 ChatGPT 的网页版，而是透过 Google 的 Antigravity。你可以把 Antigravity 想成一栋办公大楼，这栋大楼里有很多房间 ，Codex 可以进来开一间办公室 ，Cloud Code 也可以进来开一间办公室 ，Gemini 也可以进来工作。而你是老板，你不用自己搬文件、修电脑、查资料，你只要走进大楼，对不同办公室说：“这份文件帮我整理一下，这个网站帮我改一改，这段程式帮我检查哪里坏了。” AI 们就会在各自擅长的地方帮你做事。ChatGPT 则比较像你身边那位很懂你的顾问，你可以先跟他聊天、讨论，想清楚方向。等你真的要动手做事时 ，Codex 就像被派出去的执行助理，他会进到你的资料夹里，打开档案，修改内容，跑检查，然后回来跟你报告。所以用白话一点的方式说 ，ChatGPT 陪你想清楚的人 ，Codex 帮你动手做事的人 ，Antigravity 让很多 AI 一起上班的大楼。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操作过程吧。第一步，来到 Google 的 Antigravity， 选择下载的版本。如果是 Windows 就点选这个。之前我们在这一支影片也有介绍，利用 Antigravity 安装 Cloud Code， 你可以同时开2个不同的 agent， 帮你处理事情，效率提高很多倍。我们也有在这一支使用了另外一个 skill 叫做 Remotion， 它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就帮你做出很棒的抽象理论数据影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左边我就是用来放 Cloud Code 的对话框，右边就是放 Antigravity 原生的 agent， 也就是 Gemini。当然它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模型可以选择，也包括 Cloud。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另一种，这个工具就叫 Codex。通常它会在 ChatGPT 的左边对话框这里，如果你点选它，系统就会把你带到下载 Codex 画面。但在这个界面，我不会选择下载任何东西，直接回到 Antigravity 这个界面。跟 Cloud Code 一样，我们就是要先下载一个专门给 Codex 的外挂，而且它是 OpenAI， 也就是 ChatGPT 的公司自己提供的外挂。到左边的 Extensions，然后寻找 Codex， 可以直接在上面输入 Codex。那因为我已经下载过了，所以我这边就不重复下载。点选了 Codex 之后，它会自动安装好。安装完成之后，这边就会出现 Disable 跟 Uninstall 这2个选项，这就代表我们已经安装了，所以它才会出现解除安装的选项。接着要启用 Codex 很简单，通常安装完成这个外挂之后，我们可以在 Cloud Code 对话框的右上角也看到 Codex， 那点选它一下，它就会自动带入。那看到 Codex 右上方有一个设定的齿轮 icon， 点进去之后再点一次 Codex Settings。 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没有登录，它会引导你使用你的 ChatGPT 账号登录，不要去选择用 API， 因为用 API 是你要额外去购买 tokens。因为我已经登录了，所以它就不会再出现这个画面。左边有个选单叫 Usage， 也就是我们的用量。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以我为例，我这边每5个小时会重置一次的额度，目前5个小时内我的使用额度还剩余 96%， 每周的使用额度目前还剩 63%。 左边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个 plugins， 就是其他的外挂插件，通常会预先帮你安装一些外挂，比如说 Spreadsheet电子表单，还有 presentation 就是做 PPT。 这里有一个任务的 history， 就是之前我们的历史对话会出现在这里。那如果要开启新的一轮对话，只要按右上角的 New Chat 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到它右下角这个对话框有一些 AI 模型可以选择，例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GPT 5.5， 它这边还有 5.4， 我们这边就维持预设 GPT 5.5 最新的模型，然后选择 Medium。 这边有一个 IDE Context，我们这边还是尽量维持预设状态，可以让它参考我们之前对话的上下文。那如果你不小心把它按掉了也没有关系，只要点选斜线，然后找到 IDE Context， 把它启用，它就会恢复了。左下角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加号，我们可以在这边上传一些附加的文件或影像。这边可以看到 Codex 它预设帮我安装好的一些外挂插件，有我们刚才在设定里面看到的文件，
电子表格，我也有安装 Remotion， 就是另外一种可以制作动画的技能。现在我们需要 Codex 来帮我安装的是 Hyperframes， 我们可以在对话框直接输入，看我下载配置好 Hyperframe Skills，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直接在终端机这里点选 New Terminal， 然后去输入这一行来安装。但是有时候如果在安装过程里面 AI 代理人有检测到我们有什么使用环境不符合，他会额外帮我们做元件的安装，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让 AI 代理来帮我们做安装就好了。那因为我这边已经安装好了，就不再做重复的动作。安装好了之后，通常我们会在 C 槽的 User 下面可以看到一个点 Codex 的档案，里面会有一个叫做 Skills 的资料夹，也就是 Codex 它会自己调用里面的一些技能来完成你交给它的任务。所以安装好的 Hyperframes 它也会装在这里面，像这个我都已经安装好了，所以它就出现在这边。回到 Anti-Gravity 里面的 Codex， 我们也可以透过斜线来呼叫启用这个技能。比如说我打一个斜线，然后我就打 Hyper， 这里面就会出现以 Hyper 做开头的这些技能来让你选择，可以直接点选它，这边就会出现一个反紫色的标识。那假设我们现在要调用这个 Hyperframes 技能，请 Codex 帮我们做一支短片。假设我们现在使用之前用来做 Notebook-LM 里面的提示词包，那我现在想要让它提供给我一个视觉设计指令，我在这边贴上来，我告诉它设计一段15秒的数学教学，主题是2元一次方程式，做好的影片我也指定要放在某个地方。就按送出。好，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把影片做好，并且放在我指定的路径下。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支是有搭配语音说明的。如果要搭配语音的话，我们可以调用一些文本转语音的 skills。例如我这边打斜线，然后打 TT， 它就会出现 text to speech 或者是 HTTS， 这两个都是文本转语音工具，那可以让 Codex AI 代理人帮我们去做调用。现在就直接来看另外只有语音的15秒数学小课程。先看这题，2条式子一起找 x 和 y， 把两式相加 y 和负 y 抵消，得到 2x 等于10，所以 x 等于5。再放回第一式 y 就等于3。这个视觉画面是给它一个色系表，请它利用这个色系表来帮我们做的影片。看到这里，你是否也意识到，原来解说影片可以不用一格一格剪，而是使用 ChatGPT、Codex 和各种 skills， 透过影片及代码的方式写出来。如果你对这类 AI 最新使用技能、AI 影片制作、自动化工作流或各种可以直接拿来参考的 AI 应用工具有兴趣，欢迎加入我的 Patreon 会员。我在社群里会不定期分享我自己测过、整理过的好用 AI 工具、玩法和实战经验，包括 AI 短剧生产链机器人、自制应用工具、影片生成专家、高质感疗愈系 AI 动画、Notebook-LM 提示词精灵、AI 法务顾问工作流、你的求职大秘等一整套专属智能体，也都会随时同步给我的社群。欢迎感兴趣的朋友解锁我的私房 AI 智慧体军火库和热门情报，也留言告诉我你最想用 ChatGPT 做哪一种影片或内容。记得订阅、按赞、关注我，我们下支影片见。